谁？谁在那里？热，好热。我的眼睛7日不见人影，一儿一向懂事，断不会无故失踪，定是出事了。村长，咱把附近都找遍了，就剩这座废弃的破庙没看放过。孩子，这是发生什么事了？快送医馆！晚了怕是要出人命！快！大夫，这孩子怎么样了？命是保住了，但这孩子元气大伤。元气大伤会不会落下什么严重的病根？他那个传宗接代的能力是没了。天塌了，这可怎么好？老程家就这一根独苗，他爹走得早，如今连香火都……别说了，能活着就好。你们几个把这话烂在肚子里，莫要四处张扬。义娃，你终于醒了，饿不饿？大娘给你蒸了馒头，来，吃一口。谢谢大娘了。好。这是灵石，听村里老人说过，这是仙人们用的东西，一颗就够我们全村人吃10年。他留下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恨吗？当然恨。但这袋灵石说明了一切，修仙者我惹不起。这算什么？补偿吗？补偿我这一辈子都毁了。哟，这不是咱们村的俊后生吗？怎么又出来打水了？人家就算不能生娃，长得好看也能招姑娘喜欢啊！2年了，700多个日夜，我早就习惯了这些冷嘲热讽和异样眼光，对我来说已经伤害不了我。谁让我只是个凡人，只能认命罢了。快！仙门的长老来咱们村了！就在村口大槐树下，大家快去看神仙仙长驾临程家村，蓬荜生辉，不知仙长此来所为何事？本座乃玄洪宗外门赵元清，途经此地，看看有无仙苗。仙门收徒，这可是天大的机缘啊！
小一娃，外面玄红宗的仙长来了，你要不再去试试？大娘，我没有灵根，您忘了，我娘还在时带我测过。去问问仙长也行啊，说不定他们有法子能治你身上的病呢。我这病，哪是凡人能治的？先试试，说不定呢。快去吧。哎，仙长，这孩子2年前遭遇意外，想用灵石求个治病法子。小事，拿来吧。这竟然是我玄沙宗内门弟子才有的上品灵石。你这灵石从何而来？是一位仙子留下的。你去测灵根，就在那边。仙长，我并无灵根，2年前已经测过了。让你去你就去。天啊！这是怎么会这样？不可能！我明明是没有灵根的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玄品灵根，最纯净的水灵根，这是天灵根之下第1等。咱们村出仙苗了！老天开眼，老天开眼了！女娃娃有救了！怎么会是玄品灵根？我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好，甚好，跟我回玄神宗。一儿，到了仙门，一定要好好修行啊！女娃娃一定要好好的。云海翻腾，群山如带，峰顶有仙鹤盘旋。玄黄宗的议事大殿，主峰前的广场上，弟子们正在检测灵根。听说灵根检测非常严格，要是测不出灵根可怎么办？几位长老俯视着这些新弟子。灵根检测正式开始，大家有序排队。苏婉是玄黄宗唯一的女长老，她神识正笼罩，感知灵根波动。突然，她感受到了什么？这是徒弟的气息，而这股熟悉的气息居然出现在下方广场上。随即，苏婉站起身。林毅刚完成测试，看那边那个人，他好像测试完了，表情好奇怪。看他那样，肯定是我们好灵。忽然一阵风吹过，一只手抓住了林毅。这个弟子我要了，谁也不要和我抢。弟子们震惊，长老们互相看。谁都知道玄黄宗的规矩，能让苏婉长老亲自开口抢人的弟子，100年也出不了一个。我就这么成了玄黄宗的弟子，从一个凡人变成仙门弟子。可是我这玄品灵根在这里，恐怕也是最末尾的吧。他还没来得及消化，广场上炸开锅。没看错吧？苏婉长老竟然收徒了，还是亲自下来抢人，还是个男弟子。咱们素婉长老门下可一直是清一色的女弟子啊！这太阳是从哪边出来的？当年那个城主之子跪了3天3夜，想拜入苏婉长老门下，长老连看都没看一眼。这小子什么来头？谁知道呢？看他的样子，也就刚入门，能有啥特别的？苏婉听到了，但他连头都没回。你跟我走。然后松开了他的手腕，转身便走。林毅愣在原地，苏婉走了2步，发现身后没有脚步声，他停下脚步，柳眉微蹙。怎么，不愿意？还是觉得本座没资格做你师傅？不是不愿意。您看这男女有别，
我是个大男人，恐怕多有不便。你可知你在说什么？这玄黄宗有多少人挤破了头，想拜在我的门下？不知。林毅冷汗直流。哼，你同意也得同意，不同意也得同意。跟我走。另一位长老过来。师妹，你还没测他是什么灵根呢。万一属性不合，以后修行起来事倍功半，岂不是害了他？不必，他一定是水灵根。长老看着俩人，无奈道：“他决定的事情，整个玄黄宗都没人能改变。”随后，苏婉便离去了。我被一个女长老强行收徒了，她连我的灵根属性都没测，就直接断言我是水灵根。她凭什么这么肯定？还有她看买的眼神，那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，不是对我的东西，是对别人，或者是刚好在这个位置上。林毅握紧拳头，又松开。不管怎么说，我进来了。从现在起，我是一个修仙者了。夜晚，苏婉洞府室内，苏婉正在打坐，门外传来脚步声。苏婉睁开眼，门被打开，穆清雪走了进来，看着师尊。听说你收了个男弟子，门被关上。有什么问题吗？穆清雪表情复杂，快步走向师尊。为何？你门下从来不收男弟子，更别提让他住在你的侧殿里。师尊，这些年你在外面收的弟子，哪一个不是资质绝顶的女修？一个来路不明的男人，值得你亲自出面抢人？给我个理由。苏婉心痛看着徒弟，当然是因为某个不省心的徒弟了。穆清雪惊讶师父竟然知道了。下山一趟，身子都破了，不找个水灵根的弟子回来调养，你这修为还怎么精进？穆清雪顿时羞愧低头。苏婉看着徒弟叹息道：“我去修炼了，但你给我记好了，以前的事最好烂在肚子里。你和他那个，虽然是让他生出了极其难得的灵根，但他传宗接代的东西也彻底废了。”穆清雪十分愧疚。这2年，他怕是不太好过。穆清雪小声说：“不至于吧？没死，都是他命大了。我会补偿他的。正好还没给他功法，事情就交给你了。你欠下的债，你自己来还。是，弟子明白。别让他知道是你。”苏婉走后，穆清雪独自站在房间里，握紧拳头，指甲陷入手心，很疼。掌心的疼痛再剧烈，也远远比不上心里的痛楚与懊悔。师姐说，明天这个时间在这里等。时间一点点过去，直到中午，一阵脚步声走来，步步生莲，白丝胜雪。我看得发愣。女子走到面前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在下程毅，不知仙子是？我是你师姐。师姐？竟有师姐了？以后我叫你修行。师姐。明天这个时间你在这里等我。随后转身就走。不是，他说完就走了，他难道不想跟我多说几句话吗？要是是个师兄就好了。那位穆师姐总觉得有点熟悉，但又说不上来哪里熟悉。他的声音，他的身影，他走路的样子，都在告诉我，我应该在哪里见过他。
但我的记忆里从来没有这个人。晚上回到自己的住处，好饿啊！忘了，我还没筑基，不是仙人，得吃东西。可是这么晚了，去找师姐要吃的，会不会打扰她？会显得我很没用吧？一个修仙者连屁股都不会。今天我只吃了水。我捂着肚子打滚，打坐来转移注意力。算了，饿死师大。房间里穆清雪在内，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准备敲门。师姐，你在吗？师弟有事相求。穆清雪打开门，一股香味扑面如来，我脸色巨变。这个味道是何事？忍着呕吐的感觉，冷汗直流。怎么了？你是不是生病了？就在要碰到他的时候，林毅猛地后退一步，他的呼吸变得急促而紊乱，随后晕倒在地。穆清雪看着我，苍白的脸，瘦弱的身体。我对你伤害这么大，受了这么多，脸色也这么差，我在干什么？对，只是因为愧疚。我这是师姐，我身体有些不舒服，可能是水土不服。醒了，不，他还没醒，但他已经开始怀疑了。林毅又来了，他站在昨天那个位置，回想起穆清雪的样子，平复了自己的心情，眼神坚定。一阵脚步声传来，穆清雪走到面前，我面露思考。师姐，你可曾去过一个叫程家村的地方？不曾。师弟为何这么问？没什么，只是随口一问。昨日给师姐添麻烦了，师弟告辞。准备离去，又想到什么跑了回来。昨日师弟来找你的缘由还没说呢，就是想问问师姐可否有吃食。师弟还只是个凡人，需要进食。穆清雪想了想，伸向袖口。接着，你先凑合吃，明日师姐再给你找好的。多谢师姐。不是那个味道，而是纯粹的食物香气。希望他没有发现。他这次转身离去的步伐，明显比昨天要快上一些。这灵米糕的味道确实很甜，但是却甜到发苦。第二日，我等待审判。穆清雪的脸色很不好看。昨日之事，你给个合理解释，为何我靠近就躲？我很恶心吗？师姐，息怒，我说，2年前我外出打柴，被疯女人打晕，后她把我关在山神庙里，整整7日。我一闻到味道，就会想起那晚的事，控制不住想吐。也就是说，你被女登徒子强了7日，留下阴影。我身上的味道是不是很像那个女登徒子？是。你现在马上绕着玄黄宗跑10圈，还不快去！是，我这就去，这就去。这玄黄宗也太大了，跑了这么久，连1/1000都没有。不行了，要死了，真的要死了。就在我快到的时候，师姐拿着肉来了。吃了，继续跑。师姐，是不是吃完这块肉还要继续跑？不然呢？就这样不断跑步，吃肉，我跑了1年。师姐，我跑完了。
体魄不错，现在这副身子骨，就算和炼气期修士硬碰硬，也能交手。真的吗？你以为1年的烤肉是白吃的？那1年吃的烤肉里面放的可全都是珍贵的天材地宝，这有9品灵兽的本命精血，还有师姐亲自炼制的易经洗髓丹。你这副身子现在比铜筋铁骨还结实。多谢师姐。今日教你引气入体，正式修行，跟我来。是。一处溶洞内，灵气成雾，令人心情愉悦。两人到此，越往里走，环境越复杂。林毅一脸好奇，穆清雪看向林毅，拿出一颗丹药，接着那股熟悉的冷香又从师姐身上飘了过来。1年前我第一次闻到这个味道，当场就吐了，而如今我竟不再排斥。我看向他，这是好事吗？我不知道。引气入体，便是引天地灵气入体，冲刷经脉，化为己用。听好了，闭目凝神。你身上有玄品水灵根，对水属性灵气的感知天然比常人强。你现在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丹田，别用眼睛看，用你的灵根去听。我就地打坐，艰难地感受着。林毅，你听到了吗？周身开始泛起蓝色光晕，那是水灵根被激活时的异象。成功了，很好，你已经感应到灵气了。现在引导它进入你的经脉。灵气冲出水面，没入识海，随即更多灵气涌入。穆清雪在旁边看着，眼睛里有光。宗门演武场上，我瘫倒在地，大汗淋漓，看着折断的木剑。虽然输了，但我终于能在筑基期修士手底下走完3招了。半年前，我连对方的第1招都看不清，如今已大不相同。穆清雪看着演武场上那个男子，你终于成长了，那一天也快来了。一天，我跑到师姐住处，推开门，穆清雪正在看书卷。师姐，我已经炼气9层了，用不了多久，我就能筑基了。放下书卷，不错，按照你这个进度，要不了半年便可筑基了。师姐，你当年筑基用了多久？半年。半年，我还以为自己进度够快了，结果师姐只用了半年，人比人，气死人啊！师姐是什么级别的天才？半年筑基，那是传说中的速度，令人望尘莫及。自己和这种卖物比，那不是自取其辱吗？穆清雪看着他，眼神复杂。师弟，我问你，若是你日后修为有成，又恰好遇到了当年那个侵犯你的女登徒子，你会怎么做？林毅想起那时的屈辱，握紧拳头。我可能会杀了他。师姐知道了。随后转过头去坐下。林毅疑惑：师姐，何时开始今日的修行？今日不带你修行。今日带你去实战和杀戮。我一脸惊讶，随后俩眼放光。好的，师姐，师姐怎么教，我就怎么学。后山妖兽森林，气氛紧张。里面的妖兽都是炼气期到筑基期的修为，与你相当，能杀多少杀多少。去吧。我点头，提剑走向森林，来到万妖林深处。散开神识，感知周围。来了，做好战斗准备。黑影跳出，是铁骑狼，一刀砍在他背部，狼吃痛，再次扑向我。
我转身躲避，一剑刺向他的嘴。终于结束了。抹去脸色血污，突然发现声响，往树洞走去，在洞口发现2只幼崽。师姐说过，妖兽是敌人，只要一剑就能解决这2只幼崽。算了，放过他们吧。又看了眼洞口，林毅转身离去。时间飞逝，穆清雪还在原地等待。林毅缓缓走了出来。穆清雪看着他，杀了多少？16头。以我的实力，本可以杀更多的，可我终究是心软了，放跑了那些没主动攻击我的妖兽。师姐肯定要骂我了。你可知我为何让你来杀戮？不知道。因为我不想你日后遇到那个女登徒子，会因为一时的心软而手下留情。对敌人仁慈，就是对自己残忍。必须要狠，师弟你可懂？多谢师姐教导，弟子明白了。那么现在回去继续杀。看着离去的背影，我欠你的，这辈子我用命来还。15年光阴转瞬即逝，林毅已经变得成熟。这天，林毅正闭目调息，师弟！师姐，你又来了。师弟，喝一杯。师姐，你喝吧，我不喝酒。我实在想不通，我要怎样才能让他原谅我？师姐到底是为谁所困？15年了，她每次喝醉都是这个模样，为某个负心汉，为某个离她而去的人，还是……难道她喜欢的人是我？怎么可能？师姐可是化神期的大能，比我大了整整200岁。她见过的人比我走过的路都多，她怎么会看上我这个毛头小子？师姐，别喝了，
再喝就醉了。师弟，我没醉，我还能喝。师弟，我美吗？美。师姐，是师弟见过最美的女人。那你为何不喜欢我？也对，师姐身上的味道太像那个伤害你的人了，你怎么可能喜欢我？怎么可能？师姐莫要胡言！师弟永远不会嫌弃师姐的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别想歪了，千万别想歪了。师姐只是喝醉了，她每次喝醉都会胡言乱语，这次只是比以前更过分了那么一点点。但那个吻的感觉太真实了，她的唇太软了。清醒点儿。哟。师尊，我们的小师弟不在温柔乡里躺着，跑到这屋外吹冷风干什么呢？这山里夜风硬，吹坏了可不好。你这孩子修行上倒还行，怎么在情情爱爱这方面就跟块木头一样？我问你，你觉得你师姐喝那灵酒是真的醉了吗？那灵酒灵力醇厚，师姐每次都喝好几坛，自然是醉了。刚才她还……傻小子，把整个玄黄宗的灵酒都喝了，他也不可能醉。他是化神期的修士，区区灵酒怎么可能让他失态？不对，哪里不对？师姐每次都是喝得烂醉，可是师尊说的好像也有道理。化神期修士的体质，灵酒怎么会醉？师尊，你说什么？师姐她从来都没醉过，她要是真的醉了，怎么会每次都精准的跑到你这里来？怎么会每次喝醉了，说的话都句句戳在你的心上，让你又恨又怜？小子，他不是为情所困，他困的人是你。师姐从来都没醉过，那她装醉时说的那些话，亲我的那一下，那她喜欢的人，真的是我？你自己好好想想吧，有些心结也该解开了。15年了，15年的温柔，
15年的照顾，15年来每次他受伤时第一个赶到他身边的人，每次他突破时站在远处默默微笑的人。15年来，那个看似冷淡却从没让他真正受过大委屈的师姐，原来他从来就没醉过，原来每一次醉酒他都是清醒的，他是清醒的读出那些话的，他是清醒的吻上他的脸颊的，他已经清醒的痛苦了15年。你喜欢我吗？我如果喜欢，为什么不亲我？师姐，我不配。15年前，15年前我就被一个疯女人毁了千般爱。我这样残破的人，只会弄脏了你。今日，师姐给你讲个故事，一个不太好的故事。15年前，有一个玄黄宗的女修，她走火入魔，逃到了偏僻的程家村，打晕了一个被柴的少年。然后对他实施性子的侵犯。等等，师姐，你什么意思？师弟，怎么会是师姐？林毅枯坐在静室中，什么也不做，只是坐着。林毅回忆起了15年前的自己，他脸上浮现出痛苦与恐惧。接着，林毅回想起村口井边的嘲笑声，林毅恨得咬牙切齿。他想到了他罚他跑圈时端来的烤肉，想到了他在妖兽森林外说的话，这辈子用命来换。想到了他每次醉酒时眼中的痛苦，想到了他跪在地上说对不起时脸上划过的泪。林毅想了恨，也想了爱，想了这15年来师姐为他做的一切。每次他遇到瓶颈，都是师姐来点拨。他受了伤，都是师姐亲手上的药。在心魔而煎熬，都是师姐守着。师姐一句话不说，只是在那里。有人欺负他的时候，是师姐挡在前面；有人嘲笑他的时候，是师姐让他们闭嘴。而他恨了他15年，也依赖了他15年。现在恨和爱搅在了一起，分不开了。
想明白了。师尊，您早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从您收我为徒的那一刻，您就知道了，所以你才强收我，你才把我交给他。当年的事，他有错，错的离谱，他自己也愧疚了15年，折磨了自己15年，拼尽全力的护着你，教你修行，弥补他对你的亏欠。这15年里，为了护你周全，他为你挡了3次杀劫，耗损了100年修为，甚至连突破炼虚期，进入更高层次修炼的机会，都毅然决然地放弃了，因为突破炼虚期需要闭关100年，而他放不下你。师弟，你可是想明白了？那你的想法是什么？师尊，弟子去找他。穆清雪坐在窗边，吃饭的时候坐在这里，不吃饭的时候也坐在这里。他已经坐了3天3夜。事到如今，你就没什么要跟我说的吗？以我现在的修为，根本杀不了你，是我对不起你。当年的事全都是我的错。你想要报仇，这条命我给你就是。来吧。嘘。师弟可没说我原谅师姐了。那师弟要怎样才能原谅师姐呢？自然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。你干什么？快放我下来！这样是不是太快了？我还没有准备好。快吗？当年师姐把我打晕带走的时候，可没问我准没准备好。哎呀，你别说了，过去的事了，还提他做甚？都过去15年。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。这，年轻就是好啊。当年我和你们师祖，算了，不说也罢。师弟，你真的不恨我了吗？恨过，恨你毁了我的人生，恨你瞒了我15年。可比起恨，我更爱你。爱这15年，你对我的温柔，对我的照顾，对我的偏爱。爱你在每一次我受伤的时候，第一个赶到我身边。爱你在每一次我想放弃的时候，告诉我再坚持一下。爱你在每一个深夜借酒装醉来找我时的眼神里，那些藏不住的东西。过去的事，就让它过去吧。往后，我只要你。师弟，我在呢。
来看啊，神仙来了！来了来了！大娘好，村长好。以前的事是我不对，往后我会用一辈子好好照顾林毅，补偿他。他皱一下眉，我就打碎一座山头。使不得，使不得！过去的事就别提了，都过去了就好。真是个俊闺女，我们家小易有福气了。来，进家吧。师弟，你后悔吗？从不。往后余生，岁岁年年。往后余生，岁岁年年，我只要你。